2024年的开春，我跟宝贝女儿13岁的彤彤一起跟团到越南旅游。5天4夜的行程，大部分旅行社第一天就会先来下龙市过夜，好衔接第2天的下龙湾邮轮之旅。我自己就是被下龙湾邮轮的广告吸引，因而决定来越南旅游。第2天早晨起床，看到外面雾蒙蒙一片，还下着雨，心想不会吧，这样还能在船上过夜吗？所幸这场雨在退房时就停了。走了。地板会滑，要小心走。众所皆知，跟团旅游都是早出晚归，但我们行程的第2天竟然可以睡到自然醒。等等，我的自然醒是早上7、8点，不是中午12点。因为下龙湾的邮轮体验是中午左右登船，早上的空档，导游有安排月式洗头的自费行程。只是出发日凌晨3点就起床的我，因为想补眠，所以没有参加。这边。哦 ，Thank you。来这边。先坐1楼，先坐1楼。印度支那顶级邮轮是我们今天要过夜的游船。越南之旅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行程。顶级印度支那号是2023年8月起航，这也是我们选择这家旅行社的原因。因为我和彤彤都想要来个奢华体验，入住崭新的房间。听完导游的环境介绍，行李也都送达房间了。这里走东方风格儒雅景致与现代的时尚大气互相融合，这是旅游手册写的，多少介绍一下。其实吸引我来体验下龙湾的游船是另外一家旅行社，我更喜欢那家旅行社配合的邮轮。最后舍弃原因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看到我们的行前我看过的 YouTube 影片，从没看到有人介绍邮轮的电视频道，因为是在船上，不可能连接有线电视。但现在这个年代也没有人在放 DVD， 究竟电视有什么功能呢？让我带大家来瞧瞧。下龙湾的电视有各类的频道，基本上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的是 Netflix 跟 YouTube， 可是因为这边的收讯不是很好，所以有跟没有一样。来这边就好好休息吧。来看看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饼干，这刚刚其实吃过了啦，很像台湾的花生糖，倒是这个，你看，我看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猜看看，这个该不会是凤梨酥吧？是吗？闻起来味道很特别。好酷哦！这是什么？咬一口试试看。酥哇，化开嘞！哇，里面好像是没有料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它很像台湾传统美食就是去庙里拜拜，然后拜完以后会有这个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但是跟台湾的味道很像。绿豆椪的味道，绿豆椪，对，绿豆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有来这个印度支那号的话，记得房间的零嘴吃一下，体验一下越南的小吃。用餐时间到了，午餐是粤式及西式的 buffet。见识不广的我，脑中没有太多形容词，总之就是好吃。甜点有我爱的银耳莲子汤、紫米红豆汤。新奇的是，这里提供台湾少见的红毛丹，整趟旅游下来，也只有在印度支那号吃得到红毛丹。我跟彤彤一样，都是第一次品尝。口感类似味道清淡的荔枝。下午的活动是自费乘快艇及探访惊讶洞。来，上快艇呢就把救生衣装好，小心啊！好，谢谢。问乘坐快艇怎么不是含在团费里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行前说明已有告知，这个体验是要另外付费的。乘坐着快艇先来到天井洞，好，就把所有东西拿好啊，我们去看天井洞啊。参观天井洞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自己划独木舟，一种是请人划。其实我们蛮想划独木舟的，但老公担心我们2个没经验不会划会掉下水，一直交代不要去划独木舟。没想到导游说的竟然跟老公一样，没经验的人会划不动，甚至翻船。
所以我跟彤彤最终都放弃这个念头了。这个地方呢叫天井洞了，各位，在山里面它有一个洞，山里面有个洞，然后进那个洞里面，它有一些那个高山的围起来的，从上面看下来好像那个天井一样，所以他们叫天井洞，天井洞。以前那个快艇科技线手机里面，他就让它放到头，今天大家好福气了，有猴子哎，哪有猴子？这里。真的吗？左手边，左手边看到猴子，很少了。在哪里？这里没有看到猴子，跑进去了。在哪里？为什么？跑出来，跑出来！哎，出来了！我上去了，漂亮！这里有一只小猴子啊！哎呦，这边更多只！它就很厉害了，有没有？你给它吃东西吃很多了，它吃不完，然后放这里啊，放脖子。哎呦，你看，很厉害的，跳，好皮哦！它没有放肚子里面的，就放这边，先放这边的，很皮耶。看完猴子来看人，当天划独木舟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呢。中间导游亲自唱歌给我们听，还自带音乐增加气氛哦。谈地谈说地。来了，这里平常没有，好厉害哦！外国人就很会滑，是要滑很久。可是他们好像天生就是，也不是天生啊。其实我这里是要说，因为受的文化教育不同，外国小孩从小就被允许去玩水、游泳、跳水、冲浪，对他们而言稀松平常，所以划独木舟应该也是。离开天井洞，我们接着搭快艇去看各式各样靠想象的石头以及珍珠养殖场，然后回到邮轮，准备前往金亚洞。4点钟了。谢谢。金亚洞是钟乳石洞，我们有1小时的参观时间。很幸运，参观金亚洞的时候没有人山人海。导游说人多的时候爬到洞口都要排队。逛到后面，我觉得当时金亚洞里好像只有我们印度支那号的游客在里面呢。金亚洞真的很大，我也不介绍了。大家点到这支影片时，想必也看过很多人介绍过金亚洞了吧？如果我把所有拍摄影片放上来，也会有视觉疲劳问题。我就分享我最有印象的神盾炮。神盾炮看起来是人工雕刻，实际上是天然形成，而且还在天花板射出一个洞。这天然的也未免太刚好了吧？至于红灯，则是中国协助安装的。这一球一球像软的石头，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看的恐怖片《小精灵》。呆萌小精灵碰到水之后，身体起水泡，然后就生出恐怖的怪物。金亚洞就这样介绍完毕，我们要离开喽。晚上6点半有越南春卷 DIY， 似乎下龙湾的邮轮都有这个活动，而且提供双声道教学。一桌是英文讲解，一桌是越南文讲解。我听不懂越南文，只能听导游中文讲解。剪辑的时候才发现，隔壁夫妻的对话挺可爱的。这个是寿司吧？那么多，好，不用，你就等一下，哪有人收到了？好，谢谢。给你这样了，哦，现在了。都没录。来再一次。不用了，不用录。好了没？被宠到。越南春卷的口味酸酸甜甜，会让人一口接一口。但我很期待晚上的龙虾大餐，所以没有多吃。在海里，还好还没告诉我，还没抓。哇，完成了，来，我看一下，哦，
棒棒。晚餐开动前有1小时的空档，终于有时间休息了，所以我拿来补眠了。这1小时对不起彤彤了，彤彤房间摸东摸西，依稀有听到彤彤在说：“妈妈，不要再睡觉了啦。”事后想想，如果没睡着，这1小时应该去享受在云山水中泡汤的乐趣。期待的晚餐时间到了，色香味俱全的菜色令人食指大动。6道菜色包含龙虾及牛排双主菜，基本上吃完龙虾就差不多饱了。心想着等等牛排可能吃不完，好在牛排不大，旁边还有蔬菜，所以我和彤彤都完食，没有浪费食物哦。晚餐饭后，我们还去体验夜钓墨鱼。不过今晚我们没有人钓到，但玩了一整天，真的累了，来梳洗睡觉去，晚安。隔天一早，天还没亮就起床了。6点到7点半是轻早餐时间，有面包、咖啡及茶饮。冷冷的早晨，暖暖胃后，再上去甲板体验太极课程。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早起看太极，因为我怕只有我一个人参加，这样会超尴尬的。没想到彤彤鼓励我去，而且还愿意早起跟我一起去。在吃轻早餐时，也看到几位团友要去打太极。原本只想看的我，看着看着也跟着动起来，然后发现打太极真的很舒服耶，很庆幸自己有鼓起勇气参加。不知不觉，邮轮已行驶靠近英雄岛。跟昨天在金亚洞一样，人潮没有多到爆炸。到一半了。哦，到一半了，太好了。哇哦！休息一下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印度支那号。哪一个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有啊，就是那台啊。正中那个。在中间那个看到了。最大那个。就印度支那号上面有那个我们休息。哦，对对对，看到了。有的。休息片刻，继续登顶。终于到了。冬季的下龙湾都雾蒙蒙的。跟大家说，我在北越的这几天，发现不少地方地板都很滑，餐厅很滑，厕所很滑，观光景点也很滑。我在英雄岛回程时就不小心滑倒了。我的滑倒不碍事，屁股疼了一下而已，老人家来千万要小心哦。我想要去摸。30分钟 ，OK， 所以代表英雄岛爬上爬下，像我们这样子走走停停，30分钟也是可以完成的。哦，他们直接在里面游泳哎，哇！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，从小就训练游泳，所以很会游。哇，好舒服！早上9点半前将行李打包完成，移至房间外。在返回岸上的途中，享受丰盛的早午餐。跟大家说，印度支那号的餐点我真的都好喜欢哦，回国后还念念不忘。这5天4夜的餐饮，温德姆饭店的早餐及印度支那号的3餐，是我心中的第1名啊！好的，开动了。邮轮之旅，有人说很无聊，不值得过夜，但我觉得在世界知名景点睡上1宿，这个体验很特别，也觉得自己来对了。哦，对了，住在船上不会晕船哦。好，那么下龙湾后会有期喽，拜拜。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.But all will be okay.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. Way back a year ago. I'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.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. I strive just to say I'm alright.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, I'm alright.